回到温哥华，我们并没有马上在温哥华的市区逛，为什么？我们马上搭乘着渡轮横跨乔治亚海峡，前往维多利亚。海鸥了！哎，这个还要走，哎，去就好。以前啊，大概在我20岁的时候，我还没坐过游轮呐。当时我第一岛来加拿大的时候呢，就坐了这个乔治亚海峡的渡轮哦，横跨从温哥华到维多利亚去哦。哇哦！当时一到那边的时候呢，坐上这个游轮的时候呢，渡轮啊，让我啧称奇啊！这就是豪华游轮啊！哇，Titanic 就是这样子哦。当时连游轮都还没有坐过，光租一个渡轮呢，就让我震撼莫名的认为呢，国外怎么那么棒哦？巴士可以开着上去哦，哇，这么大艘的船哦，怎么可以行驶得了呢？因为在我们台湾所看到的船呢很少，台湾其实交通工具的特色不多哦，最大的交通工具特色应该是满街的摩托车啦啊。所以当时呢，我们附近呢，因为四面环海，也没有跟其他的国家当中有这种渡轮的穿梭哦。当然台湾海峡或太平洋的海岸呢，海象没有那么好，也不利于发展这些渡轮，这也是事实啊。所以当时呢，我的成长环境几乎没有看过啊。第一次看到这个渡轮的时候，很震撼了，让我一直震撼的印象留到现在啊，让我对于渡轮的感觉呢，都产生非常好的。所以每当到后来再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呢，只要坐上乔治亚海峡渡轮，都会让我想起当时20岁刚来到加拿大的那种感觉。
们现在搭的船通过了乔治亚海峡，前往了温哥华岛的维多利亚并不是叫维多利亚岛是位于加拿大大陆与温哥华岛当中，长度约240公里，宽度从20公里到58公里不等的叫做乔治亚海峡。乔治亚海峡呢，也是到温哥华岛一定要搭乘的渡轮，其中一趟前进到维多利亚，而维多利亚就在于温哥华岛所以呢，这是非常特别的感觉啊。那在这艘游轮上面呢，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出来看美丽的风景，有时候还可以看到鲸鱼海豚出来站在外面晒太阳、烤烘，这就是最棒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的首府温哥华岛的维多利亚是我们要前往的地方哦。不列颠哥伦比亚首府位于温哥华岛的维多利亚，最大的城市是哪里？最大的城市叫做温哥华。温哥华岛跟温哥华都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那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土地面积呢，很吓人呢，就14万多平方公里。一个省呢，台湾才3万6这个是法国、德国、荷兰的总和，天啊，真大第一个抵达了，当然呢，就是抵达了我们在加拿大很常看到的广东人，我们在加拿大很常看到的广东餐厅，我们到加拿大也会马上感受到，除了温哥华市区以外，到了温哥华岛维多利亚上面的中国城，代表当时从中国大陆的淘金热前往北美的华人有多么的多啊！而在维多利亚这一个首府当中，我们现在前往的是加拿大的另外一个，这里是地球上最长公路加拿大横贯公路的起点，这个地方叫做林利碑，这也是纪念一个小儿麻痹跑者的决心。加拿大的横贯公路虽然说从这边开始，但好像没有桥过海，为什么呢？因为温哥华岛这个地方其实它是离开加拿大这个土地本岛，另外一个小岛，所以咱来坐这个渡轮那这一个渡轮呢，其实在所谓的加拿大横断公路的起点，从这个开始，再加上渡轮的海上航线，其实也算是一段就是横跨乔治亚海峡至西温哥华，这里也把它算为
横嘉公路当中的其中一个路段就对了。而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叫做邻里碑纪念碑啊上面的雕像就是小儿麻痹的跑者Fox 这个马拉松他是一个名为希望马拉松的长跑马拉松发起人，不过后来也因为自己的病情恶化，就是这一位Fox 也因为自己的病情恶化，他其实并没有跑完了。有时候在国外你会看到一些雕像，其实它具有意义的；有时候在国外你也会看到一些雕像，其实它可能是比较特别的这些雕像其实它留下来才有检视、勉励后人的意思现在转过来又看到这个雷鸟图腾公园看到这个雷鸟图腾公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啊？加拿大雷鸟图腾公园其实代表的也就是印第安了。在这里呢，还有货真价实的第一民族防树。来到雷鸟公园欣赏图腾的雕刻艺术深入了解不列颠哥伦比亚第一民族的文化。这个公园也是 BC 省皇家博物馆启动这类博物馆，1941年它就开始使用了。造访了不列颠哥伦比亚最古老的2栋建筑，包括底这的图腾老表那他们金丁馆呢，你也在看到这雕刻这一个地方呢，仿照了温哥华东北部原住民的房屋。那在这一个雕像园区的图腾雕像上面呢，也可以看得到传统印第安人的这一种图腾面相。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印第安人当时他们以大自然环境为一个标志而下去刻的这种整个感觉、整个氛围它带来的是印第安的文化特色。再继续往下走，你又马上看到了维多利亚的省议会大厦。这个省议会大厦前面挂着加拿大的枫叶国旗，这省议会大厦就真的非常非常震撼，非常非常的漂亮了，包含前面的这一些雕像。不列颠哥伦比亚的省议会大厦在这边听到维多利亚，看到前面的英国式的雕兵，还有呢英国女王在前面。这个地方呢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的立法机构，一座巴洛克式的建筑，在这边呢跟前面的帝后城堡饭店相在一起看了遥遥对望这个就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雕像以及一个士兵的雕像。刚刚我们有看到纪念该省在第1次世界大战当中、跟第2次世界大战当中、跟韩战当中阵亡的军人。中央的圆顶则是乔治·温哥华的雕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刚刚前面讲的加拿大这个国家，我们来聊聊加拿大这个国家的历史呢，其实呢什么时候开始17、18世纪就已经被其他的国家所来统治了那当时他还自己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然后呢，你也可以看得到这一些为国家战争的士兵雕像留在这边，纪念的是什么？在1次世界大战当中为国捐躯的，在2次世界大战当中为世界而捐躯的，在韩战当中为世界而捐躯的。我讲了一个很大的重点为世界、为国家而捐躯的，不单单只是为了加拿大。你看看加拿大，不管无论如何，他们把历史完完整整的保留了下来。他们把历史呢留下来，让后代的子孙去看这个国家曾经被谁统治过。这个国家被统治过的人呢，雕像放在那边，告诉你我们现在不会再被统治，但是呢，我们曾经被他统治过。他统治过的功与过，我们都把它留下来。甚至呢，在他统治时期底下的建筑，在他统治时期底下的法令，在他统治底下所有的事情呢，我们一一把它呈现。我们去看待历史呢，是用一个非常客观的角度去看它。所以呢，纵观翻开所有世界的历史呢，5000年前就开始有人类开始在统治。其实100年只是在一个历史当中非常短的1年、200年、300年，非常的短。我们去想想看呢，
光东罗马帝国、奥特曼帝国跨越千年的哇统治时期哦，这才是真正世界上最久的哦。所以有时候从这边来看，我们可以代表的是什么呢？看待历史，你的眼光必须宏观。为什么能够看过去历史而展望未来的民族，其实是比较强大的哦。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女王就是谁？就是维多利亚女王。她在1876年5月1号开始成为印度女皇，也是第一位接任印度皇帝的英国国王。她的势力可以跨到现在的加拿大的温哥华岛。她在英国的历史上是非常非常的有名的。维多利亚在位长达63年，在当时呢是最长的。那她在英国历史上是第2位长的英国君主，在以前的时代那个时代18世纪、19世纪其实活人的3岁拍破我甘可惜啊